欢迎收看《柏林不一样》，我是 Elvis， 我是来自团团的陈毅，今天要回到我们的同志单元啦。出柜在心口难开，这是每个同志都会走的必经之路，但出柜可不像一块蛋糕这么简单哦。向朋友或是家人坦诚自己的性取向是天人交战的决定。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从衣柜走出来的心路历程，和大家分享一些出柜小撇步哟。关于出柜这件事情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同志要出柜，异性恋却不用？对啊，我也想，为什么异性恋都不用说，我喜欢男的，我喜欢女的，反而是同性恋？可是这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就是不是被社会期望的那群人，所以我们要自己为自己发声。不好意思，我是男的，我喜欢男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女的，我喜欢女的。我就认识几个年纪比较轻的朋友，大概20出头，他们就对于出柜这件事持反对意见。他们就说，我们为什么要出柜？我们就是跟平常人一样啊，我们就 like normal。其实出柜它就是一个仪式，就像我们原住民有一些成年礼，那对于同志来说呢，就是我们的成年礼。小时候都会有一个幻想，我不知道其他人，但是我自己都会有一个幻想，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就是策划在我18岁生日的当天要告诉我父母，给他们一个 surprise， 一个大礼物。你确定是大礼物，不是大惊吓？但是在我告诉我父母的前一天呢，我先试水温，先告诉我妹。那我们在逛夜市的路上，我就试探性的问她说：“你知道蔡康永是谁吗？”然后呢，她就说：“哦，我知道是谁啊。”我说：“那你知道他喜欢男生吗？”她就说：“我知道啊。”我就说：“哦，我跟他一样。”那怎么回应？她就说：“我早就知道，因为我以前有交过男朋友带回家，然后他就有发现一些端倪。然后在我生日当天呢，我就写了2大封文情并茂的信给我爸妈，然后说多感恩他们啊，多谢谢他们啊，再说我出柜啊，我什么时候发现我喜欢男生，这样写了一大篇，我就一人一封放在他们的桌上，我就去上学了。整个上学的途中我都很紧张，想说今天回家会不会怎么样？我一到家之后呢，我妹就看着我说：“死定了，妈妈已经知道了。”然后呢，我妈就是载着我去买东西，我就坐在摩托车后面嘛。她就说：“你知道这世界上为什么要分阴跟阳吗？”我就没有回答。她说：“那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创造男女吗？”然后我就心里想说，我们家明明就是拿香拜拜的，你现在在那边跟我扯什么上帝？然后他又继续要讲嘛，说这世界上要创造男女啊，就是为了要传宗接代啊，世界才会平衡啊，巴拉巴拉。后来呢，我就抱着他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会因为这样就不爱我吗？”你有流泪吗？感觉很适合流泪。我是没有流泪啦，我就是有一点点难过的去问这一句话，因为牡羊座的人很单纯。我就心里觉得说，爸妈应该是很开明，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很开明的家庭，所以我觉得我爸妈应该反应不会太大。我没有想到我妈给我的是这种压力，就是这种回应。然后她就安静了一下，她就说：“不管以后你有没有结婚，有没有生小孩，你跟梅梅2个人可以找到就是爱你的人，可以让你们幸福快乐，对我来说就够了。”所以是个圆满大结局。我就立刻大哭啊！你就立刻大哭？我就立刻抱着他大哭，因为其实我出柜2次，正确来说是2次，一次就是18岁的时候嘛，那另外一次呢，就是我要结婚的时候。这个事情已经相隔了差不多近10年时间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我一直认为我的妈妈就是应该是已经接受这件事情了，可是没有想到当我提出要结婚的时候，她又是不一样的反应。那她怎么反应？小米，你别结婚啊！大伯，大伯。我觉得他这多少年间，他虽然已经知道我是 gay 了，可是他都还会隐约暗示说，有些东西长大就会不一样啊，你长大就要成熟啊，你要替爸爸妈妈着想啊，不要让我们失望这些话。但是他没有直说他反对你，可他就会跟你说这些话。压力好大哦。然后我跟他提出说我要结婚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点像第2次出柜，因为之前我虽然跟我老公交往了3年了，可是我老公住国外嘛，不是那么常有机会见到我父母，所以其实他们才见过2次面。那我也都没有明讲，那是我男朋友，就是一个德国的朋友这样子。那爸妈心知肚明而已。然后突然就跟他说结婚，他觉得太快了。Excuse me， 都交往3年了。他说你要不要再多观察几年？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好好的就好啦，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？有差那1张纸吗？我就说当然有啊，我觉得我年纪也不小啦。他就说我觉得你再好好想想，然后就这样子
抓着我的手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我妈这样子。我是一个很任性的人，所以我爸妈不管我做什么，他们都会说 yes。他这样拉着我的手，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妈这种表情，她就说：“算我拜托你再好好想一想。”她只差没有跪下来求我不要结婚了，你懂那种压力吗？可是我牡羊座的人，我就是势在必行，因为我下个月就已经确定要结婚了，只是告知他而已。他这样讲之后，我当下说好，再想一想。可是我还是结婚了。我觉得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，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小孩子是 gay。你觉得，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反应。那事后呢？当然他有跟我妹讨论这件事情。我觉得他不敢对我说实话，他敢对我妹说。他也没有想到我妹是个大嘴巴，敢来跟我讲。他说：“他又没有要生孩子，跟人家结什么婚？”然后我妹原封不动把这句话告诉我。其实那封信呢，我爸没有收到，因为我妈把它藏起来了。我妈先起床看到那封信之后呢，她赶快去把她那封信藏起来。所以呢，她剥夺了别人知道的权利。我爸真正知道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我跟我老公交往的1年多之后，他生了一场病去医院，那我去照顾他，他可能想到生死吧，所以他开始放开心胸，这样他就主动提起问说：“那个德国的朋友怎么样啊？那你还要再回去吗？”这样就暗示说啊，你就要好好的啊，这样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我爸大概有默默的认同。我们要结婚的前夕，我老公有回来嘛，要去拜访我父母，因为结婚前总是要去见一下父母啊。我要回来的前一天呢，我妈就传讯息跟我说，爸爸都知道了，我们有讨论过你们的事情了，这样他就说，那就回来就快快乐乐大家一起出去玩吧。所以他们算是一种结婚，算是一种默认，这也不是默认了吧，就是已经是完全接受了。但他们不像所谓的电影 Happy Ending， 就是像大家抱在一起啊，很感动啊。他们就觉得不需要办婚礼，搞人尽皆知，就你们两个快快乐乐过生活就好了。殊不知我还办了婚礼，而且没有邀请他们。没有邀请他们吗？没有，说不出口啊。你没有邀请他们，而且最夸张的是，大不孝哎。我们结婚的那一天，因为我妹有上来参加嘛，就是其他的家人有来参加，我哥也有上来，我妹有上来，就他们不知道。那好死不死的那一天呢，他们两个要出去郊游，要出去玩。然后他问了我们两个，就问我跟我老公说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出去玩？我说干死定了，同一天。他也问了我妹，我妹说不行，我那天要去台北。然后我妹就是说怎么办啦？那天他们问我们要不要出去玩，而且他们那天还是到北部玩哦，就是我很怕他们刚好要回去的时候到台北，问我们说要不要一起出去玩或吃个饭什么的。可是殊不知我们在参加婚礼，而且就是我本人的婚礼。一直到婚礼的前一天晚上，我老公都一直想要说服我说，去告诉他们，你就是这样子，你会有遗憾啊什么的。可是呢，我觉得这是真的太晚说了。如果你前一天你的小孩告诉你说，哦，我们要办婚礼，你会不会参加？会啊，我一定会参加。你怎么可能不会参加？你会觉得很不尊重吗？至少还是有被通知到吧。好不好，爸妈，下一次20周年、黄金周年之类的吧。那下次有再办，再邀请他们哈。我也没参加到，有点可惜。对我来说，出柜就是我觉得我想要摆脱所有人对我的期待，期待我是男生，我可以找一个好女孩，然后娶回家孝顺我爸妈。因为我自己算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我就是一个小孩，我妈就只有我一个。那这个时候我要跟他说，我喜欢男的，我就会觉得对他压力来说很大。那加上那个年代人就是很注重什么面子啊，我妈又是个很爱面子的人，所以她只知道我这样子讲话，人家她学我的时候也在这样子，就这种东西她都已经看习惯。平常看卡通，她就看珍珠美人鱼啊、小魔女哆瑞咪啊，近看都是看这些有的没的。所以我妈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问这些问题，反而是我爸，他就是也是非常传统的人，说跟他见面的时候，还是会尽量想要克制，收敛一点，对，收敛一点，然后声音就会变这样，我脚爆这样子，就是装直男。他就说我刚找个朋友这样，我就说没有啦，我要读书，怎么可能有时间？那个时候18岁读大学，他就说也说得过去，说得通，所以他就会说好啦，那嘛是啦，喝读册啊，那卡丢了这样子。然后他就说，你不要跟我说你喜欢什么男的哦，你跟我说你喜欢什么男的，把你打死。然后我当下听到我就说，没有，我喜欢女的。这是什么出柜故事啊？又是没出柜啊？对，但是呢，我爸就是去年过世了，所以他还没有就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过世，那我就觉得好算了，就是让他就是带着这个
他想要的答案，离开人世间，我觉得对他也好。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，我跟我前任分手，然后加上我爸爸又不在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一定要让我的家人知道，就是我也不想要让我妈可能期待了一辈子，然后可能10年之后我再跟她说，哦，其实我喜欢的是男的，其实我没办法让你告诉你这样子。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出柜，可是我一直觉得很害怕。但当下我就觉得不管3七20，所以我决定写 LINE， 然后我也很诚意哦，没办法啊，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，好，那我先打个讯息，然后就不收回，不要收回，绝对不能收回。那当下就像你讲，你传出去讯息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写完信放在那边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觉得很忐忑，你就想说，到底要回了没？他读了没？他读了没？他读了没？我就一直在看那个 chat room， 我就一直在看那个聊天室记录。奇怪，2、3个小时还没赢，我就觉得在干嘛？有点生气，想说也太久了吧。后来他已读了，所以我朋友说，我妈已读了，我妈已读了，我妈已读了，我就打电话说，妈，是我。我说你有看到我的讯息吗？他说有啊。我说哦，对啊，我喜欢男生这样子。他说哦，好啊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还是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说。要放鞭炮是不是？他就觉得怎么样？他说也没什么怎么样啊，这种事情就是顺其自然嘛。我就想说什么顺其自然呢？然后他就说就是你年纪都这么大，你可以自己做决定。我就很生气哦，我当下就生气，我就说这不是什么做不做决定的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不是说我想要喜欢女生就喜欢女生，我想要喜欢男生就喜欢男生，就我今天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决定，所以我当下还在那边跟他吵架。你真的是有够无聊你妈就是 OK 了，就说顺其自然，人家纠正他什么观念？你干脆开一堂课帮他上性教育好了。我觉得讲了之后，我觉得我真的舒服很多，因为我不用再听到这些社会对我的期待，所以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就觉得心情就是掉下来，然后我就完全就是做自己啊，在 YouTube 想讲什么都讲。只是有一次我妈就跟我说，你最近不在说什么不一样，什么不一样？我说你不要看那个啦，那个不营养，不要看这样子。我现在就会跟她分享我认识到的人，比如说我在 dating 的对象，我就说妈，你觉得这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还要试水温，你看我妈可以接受到多少？然后我妈说还可以吧。我说可是我喜欢他，他不喜欢我我妈说这种东西顺其自然，你好好念书。她说你好好念书啊，就是她就会一直跟我说，你不用想那么多，反正遇到就遇到，就是我可以更开心的去分享这些事情。我觉得你妈的反应会不会是假装冷静？她收到讯息就想说，看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回？不会，还在这样装酷这样。但是我妈都是冷处理我，就是有时候我跟她讲一大堆，她就说好，了解可以。就是不会有太多的一转头就这样，一转头是这种表情，一转头就跟他的那个姐妹淘说，你知道我那个儿子他终于跟我出柜了，我等这天等很久那有些人就问说，一定要出柜吗？其实这没有绝对的答案，真的是看你本身的状况跟你家庭的接受度，因为这是一个选择题，不是是非题，只有 yes or no。所以你要去评估自己的状况。那如果有一天你准备好了，你真的想要出柜了，我们有一些 tips 可以提供给你。因为就像我一样，从小就只看珍珠美人鱼、小魔女哆瑞咪，让他们知道就是我跟一般的男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或许他们就可以从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就是慢慢的觉醒，想说我的小孩会不会是同性恋这样子。但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可能会弄巧成拙，比如像我大姑，她当初为了暗示我公婆、我老公是 gay， 她就播喜宴给他们看。然后我婆婆看完之后呢，她就打给我老公。你一定这时候想说，她已经知道来怎么办？没有，她打给我老公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姐姐刚播喜宴给我们看我觉得她是蕾丝。我就知道这有可能发生。再来，我觉得你可以家里放一些同志相关的东西，比如说开始挂一些彩虹旗啊，买一些男性杂志啊，放在家里啊，若隐若现让家人看到。或是镂空的内裤，这个也太 over 了吧。然后让妈妈帮你晾。要挟我，每天在那边考不生不死。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 tip， 就是你要跟你的家人打好关系。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，他们是你最好的助手。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就是至少我觉得你还有一个人可以去讲你想讲的事，不一定是爸妈，但是可能就是有个人可以倾听你想说什么。那这样独生像我这种，我就是只能每天看珍珠美人跟小魔女哆瑞咪，然后他再看不懂的话，我就只要很高亢的声音跟他说话。就像我妈，她说你们不要让凌晨一看到这个，她等下说哎呀好脏好臭啊，她就这样学我，高8度。你妈也是蛮幽默的。
他其实是。我跟你讲，再不然，如果他们还是不知道，你又不敢讲话，你就开始珍珠美人鱼变身，美少女战士变身。对，讲到这个，我之前呢办家家酒，我一定要当公主，谁敢叫我当王子，我生气。你这个不出柜都难吧？还有这一点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其实我都会蛮建议人家出柜的时候要年轻一点，像我们这个年纪，10几岁、20几岁就出柜，你最好尽早准备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父母会老，所以年纪越大，心脏越美丽。你趁他们年轻的时候呢，告诉他们，他们可能还站得住。等到他70、80岁，你再告诉他，他可能就送医院。他本来已经也就是坐着嘛，所以也是站不住了。没有，可能坐着跟坐着，然后掉到地上是不一样的程度 ，OK。所以我都会建议说，你一定要及早告诉父母，让他们有多一点的时间做心理准备。不要说让他70、80岁，他还在想要可孙，其实也很不公平。你讲这是对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处。比如说我奶妈，她70几岁了，她以前可能是不会接受这种东西的人，但她也会看我们节目。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人。她后来也是，就是透过她的孙女，因为我们一起长大，她透过她的孙女就知道说，哦，那她知道我喜欢男生嘛，然后她就说啊，其实呢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你们两个开心啊，只要有人喜欢你，我觉得都 OK。然后甚至是到连耳环这件事情，我跟她说我打个耳洞，然后问她说好不好看，她说哦，我跟你说那边还有阿宙留下来什么玉的耳环，下次你回来我给你戴这样子。当下听到就觉得什么玉的耳环翻白眼，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。所以我觉得人老了不一定会有你那种心态，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就想法反而会完全整个不一样，就是换过来。以前可能就会执着一些事情，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没做好，为什么那个没做好，为什么小孩没有结婚？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浮云，所以都不会想那么多，只要看到自己的家人开心，然后自己还是健康，不会造成别人的负担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他们最开心的事情。听完我们刚刚分享的出柜故事，是不是更有自信了呢？但你还是要评估自己或是家庭的状况的条件，再去做决定。不要哪天被断金源，被赶出家门，坐在路边行讨捡铜板的时候才来怪我们哦。如果你们也有出柜的经验，或是有想要分享的建议，都欢迎底下留言分享告诉我们哦。那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每次回去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有没有交个德国妞？”我心想，我交一个德国妞，干嘛泡哥姐？那个德国妞这么高一只，我这么的瘦小，又这么的跟竹竿一样，然后真的喜欢一个德国妞，真的是很棒。有没有说我喜欢德国洋肠？我喜欢。